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呢，就是来讲美元。目的是看看首先美元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呢，再看看美元有什么特色。之后的东西呢，我就看着讲，把我了解的，我还为此做了很多功课，把我了解的美元来介绍给大家。我打算分2集来拍。今天这一集是讲纸币，下一集我会来讲专门来拍一个硬币的东西，因为硬币也非常有特色，一集讲不下的。大家来看啊，这个是1美元，1美元它上面的头像呢是华盛顿，乔治华盛顿，就美国第1任总统。然后1美元的背后是美国的国徽，这是国徽的正面，这是国徽的背面。国徽的正面应该可以看得清楚，上面是一个老鹰，就是美国著名的鹰徽，然后鹰的一只脚抓了13个箭，另一只脚抓的是橄榄枝。美国人把这个都做到国徽里面去，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绝对是追求和平的，但是有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放弃动用武力。然后鹰的嘴巴里面，这可能摄像头就看不清了。鹰的嘴巴里面，它咬了一个飘的丝带，上面写的是合众为一，相当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个样子。它是拉丁语，我一会儿会把文字写在那个字幕下面，写在它的字幕里面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发音，怎么念出来这个字。然后这边呢是它的一个未完成的金字塔，然后上面写的是，上面有2个拉丁语的字，意思是某个人，就 somebody。然后有些说法说它就是上帝的意思，这个 somebody 就意为上帝。然后下面这一行写的意思是时代新秩序，这都是在，这是美国的，这2个圆的都是美国国徽，这是美国的国徽的正面，美国国徽的背面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来看2美元。2美元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2美元。我为了拍这一集短片，我专门跑到银行去问你们有没有2美元，然后我才取到这2美元。我在流通领域当中没有见到，而且它发行量越来越少，它没有彻底终止发行，它发行量越来越少，以至于它现在的收藏价值大于它的流通价值。然后我在做功课的时候，我也看到，就说有一种迷信，说持有2美元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，所以有些人拿到它会马上花掉。但这个事情我没有验证过。我所了解的是，就是如果见到2美元的话，人不会去花它，而是把它收藏起来，因为它现在发行量非常小。2美元的这个头像呢是汤马斯·杰弗逊，他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，总共有4个人，他是其中1个。所以因为是他在正面，所以他的背面就是起草那个杰弗逊那个独立宣言的场景。这一幅图非常有名，就是关于如果讲起美国起草独立宣言的话，一般都会有这样，都会是这样一张照片。然后5美元上面这个人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，就是林肯总统，是美国的第16任总统，南北战争时期的。它的背面呢是林肯纪念堂，就在华盛顿。记得那个电影《阿甘正传》有一个场景就在前面拍的，后来阿甘那个女朋友还有阿甘2个人就趟着水在那个林肯纪念堂门口那个水池汇合，那里就是林肯纪念堂。林肯纪念堂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林肯的坐着的雕像。这个呢不是总统了，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，是美国第1任财政部部长。所以10块钱的背面
就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照片。20块钱呢，是这个头像是安德鲁·杰克逊，美国第7任总统，所以它的背面是白宫。我当时很惊讶，因为我以为白宫是那个就是经常见到那个圆圆的那个房子，居然是这个。而那个圆圆的房子到底是什么？我是为了拍这一集做功课我才了解到的。那个圆圆的房子不是白宫，所以圆圆的房子是什么呢？50美元背后就是那个圆圆的房子，那是美国的国会大厦。20美元这个才是白宫，而50美元背后的这个我以前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，我以前以为这个东西是白宫，后来我才知道它原来不是白宫，它是国会大厦。然后呢，50美元的正面是美国第18任总统尤里西斯·格兰特，他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总统。接下来是100美元，100美元上面的头像是本杰明·富兰克林，就是发明那个避雷针的那个人。然后他也参与起草了独立宣言。英语他们把参与起草独立宣言的人叫做 Founding Father of America。然后我们来看看美元有什么特点。第一，美元每一张都一样大，而且颜色都差不多。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，我说美元比较尺寸它一样，而且整个它的大小是比较小的。我拿一个100的人民币来比一下，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到，比人民币要小一块。如果你来美国，你会发现美国的公共设施是对残疾人非常便利的，但是唯独美元，它每一张都一样大，颜色还一样，然后它上面没有盲文。然后呢，每一张美元上面都会写上这样一句话 ：In God we trust。它等于 We trust in God， 就是我们相信上帝。它可以把这么有宗教色彩的话都印在了它的流通货币上面，说明这个国家的受基督教的影响是非常深的。每一张美元上面都会有2个签名，看这个50块钱的是在这儿，这儿一个，这儿一个；20块钱的在这儿一个，这一个，每一张上面都会有2个人的签名。这2个人是谁呢？一个是 Secretary of Treasury， 也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部长，然后另一个呢是 Treasurer of the United States。我没有找到特别恰当中文翻译，但是我根据它的英文解释，我的理解应该是美国财政部的出纳局长。他这个人他的主管是货币的发行和流通、货币储备这一类的事情，所以有他的签名。所以来看不同版本的出版的货币的话，它的签名是不一样，都是在这个美元发行的这一年的当中来签的这一任。比如像下面这一张2美元的是2003年发行的，这个10美元是2009年发行的。财政部部长就会在这一年他有他的签名，所以这2个签名是不一样的。这就取决于这张纸币发行的年份，当时是谁在任，谁来签这个名。常流通的到50块钱都很少见，20的、10块的、5块、1块是比较常流通的。2块是我之前说过，2块是很稀有的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2块的。然后这个100块的，这是新版的100块，是我看哪一年，2009年出的，所以它有这样一条类似于防伪的标志。然后呢，这个100特别大，据我所知，旧版的话它是没有这么大的100的。美元的代码就是 USD， 百度一下多少 RMB 等于多少 USD， 我想。然后我在美国并没有遇到假钞的问题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鉴别美元的真假，因为多数情况出门花钱是刷卡的。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鉴别假钞，对不起，这一点我没有办法帮你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来美国的话，充分利用信用卡。这一期纸上谈钱的美元纸币就到这里，下一期就会讲硬币。美国的硬币非常有特色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